这一刻轻轻轻地抱着我，在哼那首我喜欢的歌。可惜缘分注定这样的结果，不是谁的错。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，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，最后老去枯萎，只有寂寞静静地陪着我。有点舍不得，心里好难过，眼中的泪悄悄地滑落。有点舍不得，过去那个我只会傻傻地笑听你说。有点舍不得，心里好难过，孤单的夜我无处闪躲。有点舍不得，过去你和我也失去看花开花落，也失去看花开花落。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期。早知如此绊人心，还不如当初不相识。小六子，这是当年你嫁给谭金然的时候写给小六子的词，还记得吗？你还活着？我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。如意，佟老爷，佟夫人，还我的女儿！把门打开。梅老九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要带走我女儿。你凭什么呀？凭我这条老命，你们空口白牙诬陷如意害死了童耀东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无端的去偿命，我要带走我女儿。九叔，你这样做毫无意义，我们不会放了如意的。你这样才是无端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为什么？我儿子无端的死在了这个女人的手上了。佟老爷，我打听过了，佟少爷的死跟我女儿无关呀。你话别说得太早，该来的人还没来，等三方到齐对峙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应该有几个人为我的儿子偿命了。九叔，老五，佟伯伯，似乎还少了一个。阿康呢？这件事跟阿康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听说你通知检局要缉拿如意。怎么着？害怕了？你们是不是怕如意一旦被羁押，就会交代出你们所有的阴谋来？告诉你们啊，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。后来，辗转流落到上海，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沿街乞讨。就在我身染重疾，眼看我要死地而回的时候，叶子的母亲救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是上海滩黑帮总把头的女儿。她非但没嫌弃我，而且还嫁给了我。难怪我看了叶子，总觉得他眉宇之间有着那么一份熟悉。最遗憾的是，叶子5岁的那一年，他妈妈帮我挡了一颗子弹，结果我再一次活下来，他却走了。可在我心里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他，因为我心里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个女人，那就是你。对不起。
你这真对不起啊，应该去给被你家扔进河里的那个小六子说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当年的决绝，要不然我娶不到叶子她母亲，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权势。这么说，我们谭家的情形，你都已经知道了。还记得几年前谭家那次危机吗？你就是那个及时出手相救叶老板。叶海山，为什么？因为谭景然，他娶了我曾经刻骨铭心爱过的女人，还因为我知道你过得不好，我曾经单纯的想象，或许我帮助谭景然，他会对你好一些。但是现在想来，我错了。那你重回乌察镇，开了这家聚顺兴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当然还是为了你啊！你的困境我能不知道吗？要不然今天你不会来找秋郎的。耀东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当然了，我理解，丧子之痛让您这儿有点刺激，所以才会信口胡说的。你才信口胡说呢！不然你们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丫头片子如此的仗义呢？难道仅仅因为谭明凯跟他的那点私情？我为明凯和如意做的一切，那不叫仗义，叫正义。哎呀，你在我面前也配谈正义呀？你早就觊觎着我们谭同两家了，想要趁虚而入。我早就看出了你的狼子野心。童老爷，你这么推断，也实在是太可笑了吧？我们来乌察镇之前，根本就不认识童耀东，我们为什么要害他？你们害的是我们童家，耀东是你们最大的障碍。可惜呀，我儿子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把谭明凯当成了朋友，殊不知，他正伙同他人设计好了圈套啊！童伯伯，您刚刚失去耀东，您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您不能因为这样，而要如意偿命，这样不公平的。那么你觉得怎么才叫公平呢？啊！我要带走如意。谭明凯，你一定要谭家在乌察镇颜面扫地吗？我谭明凯绝不会因为所谓的谭童两家的颜面和家业，而葬送自己心爱女人的性命。你一定要带走如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等着。谭明凯就在外面，我要你亲口告诉他，你，如意，从来没有爱过谭明凯，你心甘情愿留在童家，替我哥照顾爹娘一辈子。思若，你别这样。我告诉你，我爹已经通知警局了，明天就来缉拿你归案。可是我没有杀人啊。谭明凯已经为你打伤我家门了，我爹已经认定，谭明凯和你串通一气，谋害童家。你想连累谭明凯吗？你非要为了你们的一己私欲，害得两家人反目成仇吗？你说，你到底肯不肯？思若，那我呢？我的爹呢？我的家，还有我的一生。如果你不肯说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思若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。你不想伤害我，就照我说的做。你已经害死我哥了，还在乎多一条人命吗？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儿子和他爹一样，为了个采茶女着了魔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现在只问你啊，你到底是想让童家置如意于死地呢，还是想救如意？
说实在的，我心里也没有主意。不救他，我怕明凯会为他豁出自己的性命。他为如意，他真的会豁出命哦。所以，我才来找秋朗商量。他和局里那个张局长关系很好，实在不行，请张局长高抬贵手，只要让如意离开乌察镇就行了。张局长那儿，我可以替你去说。你可以帮我，我求你了。我可以救如意一条命，但你可要想好了，把他给送走，你留得住你儿子吗？六爷，没老久知道童家通知警局去抓人，已经冲到童家去抢人了。秋朗哥和谭少爷都在。我们去童家。秀杰，你现在去童家干什么？啊？你是要站在哪一方？你是站在儿子那一方呢，还是站在童家那一方？你站在任何一方都会得罪对方的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还是要问你，你如果真的想救如意的话，那你心里要有准备，因为明凯迟早会把如意接进谭家。不，我绝不答应。我反悔了，我恨不得他马上消失。秀杰，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，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就会明白，你最后逼死的会是你儿子。如意，晚安。我和我的儿子阴阳两隔，你们父女两个怎么就可以这么轻易的团聚呢？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翻出来，做一个了结。如意，你把你怎么勾结他们，设计我们童家害死耀东的事，全都讲出来。童老爷，我没和任何人有勾结啊。不可能，不然阿康怎么从耀东的身上拿走了那块玉佩呢？他们没有想到耀东没有死，所以你就嫁到了童家，害死了耀东。我们童家没有顶梁柱了，于是高秋朗后脚就入股了谭家的茶庄。这一切还不清楚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证据呢？证据就是如意。我不会放过这个女人的，除非她交代出来和你们之间的勾当。童老爷，我发誓，我和高老板还有谭少爷之间真的没有勾当。没有勾当，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坐大牢受大刑吧。童小姐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就放了我家如意吧。童家的命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来还。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？只要如意还活着，所有人都别想活好。你就可怜我这个入土大半截的人吧。谁可怜我们家耀东啊？童夫人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骂我，谭明凯受了，但是我请你放了如意吧。你做梦吧，谭明凯！他没有勾引我，是我爱上他。你爱他？你说，你爱他吗？说呀！我不爱谭少爷，我也不会离开童家。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这可是如意自己愿意留下来，她还是我们童家的人。我就不相信这个玉佩会不知所踪，我就不相信可以瞒天过海。我要把我儿子的死因查个水落石出。还记得这儿吗？记得啊。当年我们就在这儿山盟海誓，私定终身呢。你答应过我，要跟我远走高飞。我满怀的兴奋等着你来的时候，
等来的却是你父亲派来的家丁，要把我扔进这湖里，置我于死地。当年我爹把我软禁了，等我逃出家门赶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你已经……那天晚上，我在这儿哭了1个晚上。事情告诉你了，当我看到派来那些家丁他们狰狞的面目时候，我认为是你希望我死，你不想让我们俩之间的感情让别人知道，想让它永远石沉大海，所以我没有劳烦他们动手，我自己就跳进这湖里了。我答应过你，就算我死，我也会收了这份情。我做到了，可你呢？你没过多久就凤冠霞帔嫁给谭景元。我以为你死了，我别无选择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，很愧疚。每到你走的那一天，我都会祭奠你。你能那么做，我很感念你。可是现在你对你儿子做了什么呢？你逼着他去同思若，而且还想把他心爱人置于死地。我让你放过你儿子。你逼死如意的结果就是，要么谭明凯跟我一样，用死去收获一个女人，要么他就会记恨你一辈子，让他永远活在痛苦和愧疚里，年年去祭奠一个女人。你是想劝我放过如意，成全他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如果你还坚持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去童家，而且我可以帮你啊，我也可以帮你置如意于死地。不过这么一来，你就变成杀害如意的帮凶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，我就是希望我儿子能够做个比他父亲更响亮的男人。身为男人呢，谭明凯已经比他父亲强100倍了。经过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看得出来，谭明凯他是一个可以为情活，也可以为情死的人。可我怎么跟童家交代呢？不交代就是最好的交代。童家的人对如意恨之入骨，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都怪我，为了一块石头，害了我的女儿。为什么童老爷说，耀东临死之前告诉他，是阿康拿走那块玉佩呢？这就叫仇恨呢，仇恨让童家的人失去理智了，谁帮着如意，他们就恨谁。再说，童耀东的为人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他就是死也会拖着人下水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帮如意洗脱罪名。除非锦华自首。你们想想看，要是锦华自首了，童家的人不会把他送进大牢，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锦华姐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她一直都很同情如意的。我想我去跟她说说，她会帮如意的。叶子小姐，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九叔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希望每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的。对了，明凯，要是你的母亲再以死相逼，你怎么办？少爷，我想夫人八成是知道你去童家的事儿了。一会儿你见着她，别跟她吵，顺着点她，啊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最坏的打算，什么意思啊？哟，夫人来了。夫人，少爷可是等你们半天了。你们先下去吧。
你娶不娶思若，但你要娶的人绝不能是如意。没想到他也有今天。你还恨他吗？我就是靠着对他的恨，才打拼到今天。原来你和我一样，都是为了复仇。当一个人想要征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一生啊，就变成一场对决。但是义父，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对手，就是佟老爷。他还抓着阿康拿走玉佩的事情不放吗？对，本来今天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。谭明凯为了救如意，差点就和佟家反目成仇。但是佟老爷放出话来，他说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我担心的是，如果他真的大张旗鼓去查，那么谭明凯、谭夫人还有如意，迟早会怀疑我们的。简单，就把这块玉佩物归原主啊。物归原主。既然我们已经查清楚这块石头的来历，那现在也只有让这块石头重新出现在梅老九、云霞还有魏大夫的视线里，才能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少东，明凯，你这是要去佟家吗？你怎么不问我要去哪？妈，你也要去佟家？既然我儿子能够为了如意不惜一切，我这个做妈的，只得替我儿子去求佟家放人，去向佟家赔罪。我们一起去。我惹的事情，我自己担着。六爷，单凭这块玉佩，只要张局长您反将害死佟耀东真凶的帽子扣在锦华身上，佟家自然会放了如意。六爷如此安排，是给佟家有成吗？那个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原来六爷真是要灭的是谭家。事成之后呢，会让你如愿以偿的高升到上海警备厅。多谢六爷提拔，在下万死不辞。别死，死了之后怎么封官进爵啊？是。啊，夫人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谭夫人呢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来，请坐。段老爷，佟夫人，我今天来是替明凯求你们一件事。秀杰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明凯做的事再糊涂，咱们也是一家人，你但说无妨。婆婆，你有什么难事您就说吧。求你们放了如意吧。秀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明凯，是你逼婆婆的，对不对？谭明凯，你这是痴心妄想。我告诉你，如意我不能放，思若你必须娶。那么，我也只有一个选择。讲。思若我不会娶，如意，我必须要带走。岂有此理！你们也看见了，他心意已决，我已经拿他没有办法了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只好替他向你们赔罪。妈，我做的决定，由我自己来承担。如果你们一定要一命偿一命才能满意，那么由我来。只要你们放了如意，还给他一个清白。谭明凯，我原来是怀疑如意勾结外人，害死了我的儿子。我现在怀疑你和如意一起害死了我儿子。
汤老爷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明凯他不可能害人的。好，好啊，你等我掌握了有力的人证物证，我就让他跟如意一起赔我儿子的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爹，娘，耀东的死真的和如意无关。你们就看在耀东爱了如意一场的份上，放了如意吧。绝不！谭明凯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如意是不是清白，越是这样，我越不会让她好过。伯母伯父，很对不起，我的行为可能伤害到你们，但我还是要说，请你们容许我跟思若退婚。叶子，锦华，我娘被气得晕倒了，我只能出来一会儿。出什么事了？思若和谭明凯已经彻底反目成仇了，现在两家势如水火，恐怕这一切责任都要如意来承担了。锦华，在这个时候，咱们一定要跟如意站在一边。既然他跟谭明凯相恋，已经不再是秘密了，要是没有人帮他们的话，就等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。就算你不找我说这些，我也会帮如意的。锦华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。倒是你，为什么要帮他们呢？因为爱情吧，因为我也是活在爱情里，所以我不想看见这一对真心相爱的人被拆散。将心比心，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幸福。我眼瞅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而且爹已经认定是如意勾结阿康盗取了玉佩，现在甚至怀疑谭明凯也一起谋害了耀东。他凭什么这么说？有证据吗？爹说，反正他会人证物证俱在。义父，证人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，锦华已经答应了叶子，说会承认自己杀了童耀东，所以这次童家必须放人。做得好啊！童家万万想不到，连自己人都不会替他们说话。爸，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到底是不是阿康从童耀东身上把玉佩拿走的？我没有。童老爷这么说的时候，我认为他是情急之下的诬陷，可是后来锦华也这么说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童耀东的话能相信吗？我跟秋朗哥赶到的时候，玉佩已经不在了。可是，在你们的设计之下，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？叶子，听听看你说的什么话啊！宁可相信他人一面之词，也不相信自己人说的话。可是童老爷说的很肯定。叶子，叶子，童耀东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就算是死，也会想办法把我们所有的人统统拖下水的。大小姐，你要是真相信了童老爷的话，才是真中了计。思若，好歹你也吃点东西吧。闺女，爹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如此大的屈辱。我决定退婚，但是我要让所有算计我童家的人付出代价。代价？我的代价是我一辈子。
思若，思若，你要坚持，要坚持。我坚持下去，我能得到什么？不要再哭了，爹发誓，即使我倾家荡产，即使我豁出老命，我也一定要拿到有力的证据，让害死我儿子的人死无葬身之地。魔法师，这不是我自己吗？反手为云，覆手为雨啊！六爷，怎么样？按照约定，张局长明天会去缉拿如意。好，坐。阿康习惯站在您的身边。不，你应该坐在我身边。恋人，你是我的恋人啊！坐。看，跟了我那么久，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期望啊。虽说秋朗是我的医子，但你却是我的眼睛、鼻子跟嘴巴。阿康明白。好，那童老爷呢，可能会来找你。不管他有没有证据，他这么闹下去也是个祸害。那您的意思是？看着天注定啊！死神？您是想去找我吧？阿康，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，我要用我童家全部财产，换一个真相。真诱人啊！说吧，想知道什么？是你从我儿子身上拿走了那块玉佩，对吧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玉佩关系到谭家一个秘密，与你儿子的死无关。但有一点你猜对了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包括设计如意嫁给童耀东，包括怂恿谭明凯为了如意打上你们家门，还包括今天如意将被警局羁押。我甚至还可以告诉你结果，警局一定会放了如意，而你女儿的下场可不怎么光鲜了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童耀东、谭明凯还有如意都是棋盘上的棋子，只不过第一个出局的是你儿子而已。你的意思是，谭明凯和如意都是无辜的？对，错就错在他们相爱了。高秋朗和你都是什么人？帮人下棋的人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帮人复仇。可我们和你们无怨无仇。你错了，童家只不过是谭家的陪葬而已。谭家，即便你今天不跟我做这个交易，你们童家迟早也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我要让你们杀人偿命！哼，童老爷，是得有人死，但不是我，也不是如意，是你。今天本该是我和明凯成亲的日子，真是个好日子。所有的事情都该有个了断了。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童思若不能为了跟你置这口气，搭上整个童家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寄予厚望，儿子不孝，对不起。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如意死。
我现在就要去警局，因为今天是如意最后的判决，也是我最后的希望。谢谢妈的成全。谭童两家，可就是我。爸，一切准备好了。要是那个童老爷还咬着不放，我们怎么办？车到山前必有路啊，没有了路，也会有人开一条的。六爷，秋郎，该你上场了。好。各位，今天请大家到警察局来，是为了了解童少爷的案子。你们承诺提交谋害童少爷的凶手，我今天该抓谁呢？啊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如意呀！不是如意。锦华，你不要在那儿胡说。要不是这个女人居心不良的设计和歹毒，我们家耀东不会死。可是耀东的确是自杀。大少奶奶，你说这些都没有用。童耀东已经埋葬，我只能按照宪法办事。我不管捅死童少爷那股劲儿从哪来，总之谁握着那把刀，谁就是凶手。我自首，是我握着那把刀。锦华姐，嫂子，你为什么呀？锦华，你是我们童家的少奶奶，耀东现在尸骨未寒，你就这么向着害死他的凶手在这胡言乱语？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呢？你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娘，我可以跟耀东一起去死，您怎么处置我都行。好，既然大少奶奶自首了，那证明如意无罪。童夫人，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还如意一个清白了。等等，那玉佩怎么解释？我哥亲口告诉我爹，是如意勾结阿康，偷走了我哥的玉佩，他逃脱不了谋财害命的罪责的。各位别着急，这块玉佩是赃物，现在已经追回，应该是物归原主，也可以证明童耀东落雅并非如意谋财害命，那么强取之说它就不成立了。张局长，到底是谁偷了我的玉佩？小叔，您别着急，玉佩的事儿，张局长会查清楚的。哼，我看这事不用查了，我可以断定，这件事情害死耀东的凶手就是如意、高秋朗和谭明凯，他们3个人结伙抢劫，他们一起谋财害命。那证据呢？我爹就是证据，他能够证明是如意纠结了高秋朗、谭明凯，害死我大哥。童老爷现在在哪里？他马上就来。童夫人、童小姐，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。我们断案判决，不能只听你们空口来说，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既然如意无罪，那就应该释放。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。要么你们童家放弃追究童耀东之死，要么就立即收押景华。局长，局长，湖边发现一具死尸。谁？是童老爷。
上出门还好好的，这会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老爷，你醒醒啊！老爷，你叫我们以后孤儿寡母的怎么活下去啊？思若，为什么？你们连我爹都不放过！这桩命案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董夫人，请节哀。老爷呀，老爷！刘岩，一切滴水不漏，放心吧，刘岩。张局长那边还是会按照童老爷丧子失望自杀定论。最后，我们还是拿着锦华，逼着童家放人。好，童老爷一死，两家就彻底变为世仇了。闭上了眼睛，听风在呼吸，仿佛昨天在眼前，从不曾离去。思念在逃离，回忆那么清晰，恍然之后才发现，赢了世界却丢了自己。是我错怪了你，迷雾遮住了眼睛。落花瞬间虽然那么美丽，下一秒却不见踪影。是我错怪了你，乱世无力看风景。